今天给大家唠唠借曹丕啊，这个武将牛逼了。手刹这2天出了一个谋曹丕啊，挺花里胡哨的。那在讲谋曹丕之前，还是先给大家说说这个手刹保有争议的借曹丕。其实像曹丕这种机智将啊，不太好做改动，或者说没有太大的必要做改动。反正不对环境嘛，翻面这个东西跳过一个完整的回合，这具体收益你根本就算不出来，上限无限高，下限也是无限低。翻面既是三国杀最强的控制手段，也是最弱的控制手段。翻个1回合能出来10排差的回合内强将，那你就赚翻了。你翻一个纯回合外的武将，那可能就资敌补牌了。曹丕这个设计本身就很完美，放逐这一个技能兼顾控制和补牌。曹丕既能当控制将玩，又能当补牌将玩，2技能行伤，又能和放逐形成很强的联动啊！打死敌人，把翻给敌人的牌回收回来，滚雪球啊！牌越打越多，也很帅。就这个将没有什么改动的点呀，要游移性有游移性，要强度有强度，要配合有配合。但是呢，就经过我这2年的观察，我发现，曹丕这个机智将，按理来说当主攻发挥应该一直都不错的呀，为什么现在标曹丕当主攻胜率不高呢？甚至说上不了场呢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标曹丕主攻归根结底生存能力还是太差，就翻面是很强，但反贼就硬推你又该怎么办呢？当下版本的合格主攻必然要具备一定的生存能力、防御能力。那说白了，曹丕主攻还是4血无防。那说到这儿，你就会发现，手刹的借曹丕对于曹丕主攻来说，可能还真给改到点子上了。这个借曹丕刚上线的时候争议非常大，直到现在他也是一个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武将。你这个借曹丕纯反向突破呀，标曹丕就直接强制翻你的面啊，不给你做其他的选择，你就只能认栽啊，乖乖的跳一个回合。你借放逐这干嘛呀？这敌人还能做选择吗？从翻面摸牌和弃牌掉血中选一个，这不是纯牛马吗？就即便弃 X 张牌掉血，这个选项收益也不低，有时候也确实比翻面强。但是敌人他不傻呀，敌人他一定会选择一个对于此刻处境的最优解。我手上一大堆牌啊，9桃也不少，临近回合了，你借曹丕翻我，那我直接弃牌掉血呀。就你会发现，虽然放逐的字数变多了，但它没有以前灵活，所以借放逐它一定是比标放逐弱的，这个没有什么争论的必要，这就是个逻辑问题。只要对面有脑瓜子，借放逐就一定比标放逐弱。但凡玩过2把手刹国战那个只改了放逐没改行伤的曹丕就都明白了。但是身份局的借曹丕，他不仅改了放逐，他还改了行伤啊。当其他角色死亡时，你可以选择一项：1获得其所有牌，2恢复1点体力。对，你别看就加了这么一句话，恢复1点体力，他真帮曹丕主攻解决了很多问题。残局的时候有人死了，咱曹丕就能回这1滴血，这很舒服的呀。收死人牌是很强，但是咱也要先有命活下去啊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，咱先把生理需求满足了，再去想其他的。你行伤收人头牌，夸夸收一大堆，看似很拉风，但你要没 AK 的话，大概率也就是杀一刀过。借放逐选择权给敌人确实比标放逐弱，但他一个选项让你喝尿，一个选项让你吃翔，他这能弱多少呢？就曹丕主攻还真需要这点生存能力。就当下手刹的身份局，借曹丕当主攻还真比标曹丕强。借曹丕除了当主攻胜过标曹丕之外，他当袁绍主攻的忠臣也比标曹丕强。曹丕翻面给袁绍补牌能补几次，就取决于曹丕能挨几下操。那我曹丕有借行伤啊，袁绍射死人我直接回血，这就无敌了呀。当然其余场景斗地主22狙把反贼，标曹丕的发挥还是比借曹丕强的，因为在这几个场景中，对于曹丕来说生存没有那么重要了，敌人都不会去打你的，都是队友卖你。这个时候你选个标曹丕，他是发挥我翻面这个能力的上限，就把你翻到死，很扎实。对于借曹丕和标曹丕的强度争论，说实话，我之前是认为借曹丕是纯牛马的，纯反向突破，但思想会转变，2个武将定位不同，适应的身份也不同，就看待问题有时候真不能那么固执，要与时俱进啊，也不能那么2极管。OK， 这是借曹丕。国法不可废耳，汝先退去，群雁辞归，胡南响。念君客游，思断肠。